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7号在位于匹兹堡的美国钢铁工人工会总部举行选举造势活动时，喊话戴奇，在对现行301条款调查结束前，考虑对中国钢铁加征3倍关税。Look, right now, my U.S. trade representative is investigating trade practice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garding steel and aluminum. If that investigation confirms these anti-competitive trade practices, then I'm calling on her to consider tripling the tariff rates for both steel and aluminum imports from China. 匹兹堡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大选的战场州之一。匹兹堡有着钢铁之都的称号，居住着大量蓝领民众。美媒直言，拜登似乎在效仿对手特朗普的老招，通过释放强硬信号争取选民，特别是工人阶级。美国国内的批评者认为，增加关税只会适得其反，抬高美国消费价格，并加剧通货膨胀。且如果中方采取反制措施，则会增加美国其他进口中国产品的成本。观察指，美方滥用贸易工具只会造成双输结果。而在大选临近的背景下，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祭出此招，不过都是为了自己的选情谋私利。拜登现在在跟特朗普某种意义上是在抢选票，我现在也对钢女实施很强硬的措施，我把你想好的下一步策略我给提前打出来了，然后来争取你的选票。我觉得更多的是有这种成分在里头，表演成分很多，那选票是最终的目的。17号，澳大利亚公布了该国首份国防战略，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503亿澳元的国防开支。报告鼓吹，面对中国的所谓胁迫策略和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冲突风险，澳大利亚正面临2战以来最具挑战的战略环境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，希望澳大利亚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，不要动辄拿中国说事。据法新社报道，这份长达80页的文件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状况进行了悲观评估，并提出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以重组澳军的计划。其核心是发展一支隐形核动力潜艇舰队，将关键导弹能力提高2倍，并发展一支大型水面作战舰队。这一战略可归结为让任何针对澳大利亚利益的攻击都变得代价高昂、风险巨大。具体而言，澳大利亚政府宣布，在未来10年将再增加503亿澳元，约合2337亿元人民币的国防开支，目标是在10年内使澳大利亚的国防开支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升至2.4%。根据新发布的国防战略，到2033至2034财年，澳大利亚政府10年内在军力方面的总投入将达到3300亿澳元，约合15401亿元人民币。The essential thesis of the Defence Strategic Review demanded a shift from this balanced force to a focused force. There is now one job at hand, transforming our future capability such that Australia can resist coercion and maintain our way of life. 除了军费激增，报告中涉华部分更值得警惕。报告鼓吹，面对中国的所谓胁迫策略和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冲突风险，澳大利亚正面临2战以来最具挑战的战略环境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应询表示，当前地区安全风险主要来自个别域外大国在亚太拼凑排他性小圈子，制造阵营对抗，特别是在南海地区兴风作浪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希望澳方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战略意图，摒弃冷战思维，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，不要动辄拿中国说事。实际上，澳官方就毫不避讳新国防战略背后的美国因素。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更是在17号的演讲中直言，此举正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。It is important that Australia plays its global part, and we are,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. It is what our ally, the United States, does expect of us.